冬天这8件东西不能买，谁买谁后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镇杰西卡，在纽约分享轻熟女的优雅和自信。之前呢，我刚刚分享过秋天8个不能买的东西，很多朋友呢都很喜欢。那今天再接再厉，我就来分享8个冬天不能买的东西，都是我这些年呢花了无数钱、淌过无数的坑总结出来的，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。也记得点赞订阅，同时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啊。那我们就要开始了。在一片灰蒙蒙的冬天里面啊，如果穿大面积的白色呢，就会显得特别的贵气有钱，而且呢，能够让你从人群中马上就跳脱出来。每次呢看到 Instagram 那些博主穿的这种白色的长大衣啊，我心里面呢就种下了一片大草原。所以呢，我也前后接连买过好几件白色的长大衣啊，买的时候呢都心潮澎湃啊，觉得穿上立刻就要出门炸街去了。但是啊，很不幸的是，这几件长大衣呢都是同样的结局，那就是穿了没几次就断舍离了。第一呢，白色的这种长大衣确实要比黑色显胖不少。如果你把它打开穿是 OK 的，但是问题是天气这么冷，总是要把纽扣都给扣上，对吧？一旦扣上，就会显得整个人鼓鼓囊囊的，远远没有黑大衣呢看上去显瘦。那第二呢，更重要的是白大衣太不耐脏了，尤其呢纽约冬天风很大，地上呢很脏，真的穿一次，这白大衣立刻就变了灰色。再加上我呢日常都是坐地铁的嘛，那地铁呢，纽约地铁大家懂得多么的脏乱差，而且呢大部分都没有电梯，上下楼呢都要靠走楼梯，一不小心就会踩住白色大衣的那个衣角。总之吧，穿一次呢就脏。那如果是夏天这种白色的衣服呢，是比较轻薄，或者说白裤子啊，我扔进洗衣机随便洗洗也就算了。但问题是这种冬天的白大衣自己处理不了，都要送到干洗店里面，洗一次就要大几十美金。我一个冬天下来购买一件新的了，好吗？真的谢谢你，不用了。不仅白色的长大衣是不耐脏啊，像白色的羽绒服其实道理也是一样的。当然了，如果你出入都有车，那问题不大。那我现在说的只是比较适合我的生活方式啊，而且呢，现在也年纪慢慢增长了嘛，我穿衣服的理念也跟以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衣服呢是为我服务的，而不是反过来的，没有必要呢给自己增加额外的负担。纽约的冬天呢非常的冷哦，出门一定要戴帽子。像以前吧，我呢特别喜欢买贝雷帽，觉得戴上啊1秒就会有那种法式风情哦，特别的优雅。但是我现在回头看以前照片，就觉得哇，怎么这么的土啊，这个贝雷帽，我真不理解我的审美哦。接着呢，我就是做了一圈功课，发现了几个扎心的事实。首先呢，其实法国人自己也都不戴贝雷帽的，贝雷帽呢只是存在于电视剧里面，或者是那些旅游纪念小商品店里面，好扎心啊。其次呢，你会看到能够把贝雷帽戴得好看的人哦，这个要求实在太高了，妆容、颜值、发型，还有这个戴的有一点歪的这种方式，一个都不能少。而我本身就是个大手残啊，这个对我的要求实在太高了。我呢在环绕一周啊，发现啊，无论是女明星啊，还是博主啊，亚洲人很少有人能够把贝雷帽戴好看的，所以就算了吧，不要去给自己的生活增加难度了。我觉得吧，要选帽子还不如选比较常规的款式，比如说一顶冷帽，既保暖，而且呢还显得元气满满，有点减龄。或者说棒球帽啊，有美式复古感。那冬天来了嘛，棒球帽的材质呢可以换一换，比如说可以选这种摇粒绒材质的，保暖指数呢完全不输羊毛冷帽。又或者呢就试试盆栽帽，也可以叫做渔夫帽，也是不太挑发型、妆容、气质、身材的帽子，谁戴都会挺好看的。所以吧，真的贝雷帽从此就被我划入了绝对不再买的清单中。不知道大家是怎么觉得的？那说起买冬天的外套呢，我们一般都会考虑的是颜色啊、款式和面料等。但是呢，我还会考虑的一个点就是重量啊。比如说呢，我在前几年在一家 vintage 店里面就买到过一件红大衣，买的时候特别的喜欢，因为这个红呢不是那种血红的，还是蛮能够日常穿好看的，而且它特别的保暖，它是双层的，就有一点像小羽绒服那种保暖程度，很厉害。但是我穿了没2次就被我断舍离了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真的是太重了。那可能有朋友就会说，太重是问题吗？我跟大家讲，年轻的时候不是问题，当你像我这个年纪的时候，就会觉得问题很大，因为你穿一天哦，身上就像
架了一个铁架子一样，肩颈这里就特别的累，很僵硬。那更重要的是呢，穿脱不方便啊。比如说呢，你坐地铁的时候吧，因为纽约的地铁是很热的嘛，你要把大衣脱下来，有的时候，但你脱下来把它举在手上的时候，就真的像举铁一样的重。又或者你去逛街啊，或者是去博物馆也是一样的，脱下来就很累，就整个过程就感觉特别的不舒服。所以吧，真的，我觉得衣服就是为人服务的，这些让人觉得很不舒服的东西，我再也不想买，也不想拥有了。所以前几年就把它彻彻底底断舍离了。所以我现在买这种大衣呢，也会去看它的重量啊，像这种动辄3、4公斤的，我是绝对不会买的。我以前呢可喜欢丝绒了，因为觉得这个面料哇好复古啊，流光溢彩，看上去好贵气啊。我自己呢曾经也买过不少，但是很可惜啊，它比白大衣还不如，我都还没有来得及拍照就被我断舍离了。首先呢，丝绒表面是比较密集的绒毛，是容易反光的，再加上面料本身有一定的厚度，所以它穿上身呢就会有那种膨胀感。你看模特如果包得严严实实，穿上呢都会感觉好像胖了3公斤那种感觉哦。所以吧，要穿好看，秘诀呢就是要露出足够的肌肤。比如说呢，模特的内搭就是一件很低胸的背心，再加上2个袖子都卷起来，这样会好很多。或者呢，索性就内搭一个 bra， 再加一双凉鞋，露出脚背的肌肤也是 OK 的。但问题是大冬天呢，我们怎么可以内搭 bra 再加上穿凉鞋呢？对不对？而且呢，丝绒呢总是给人一种巨猿幕布的那种感觉，穿得不好就显得又土又俗哦。所以呢，我感觉丝绒对于身材、气质、颜值各方面的要求都特别的高，就不要给自己生活增加难度了，没必要，没必要。都看到这里了，如果还没有关注小珍杰西卡的朋友呢，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关注我，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。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，一到冬天呢，就忍不住买那种大围巾哦，围上呢就感觉很有幸福感。我自己以前呢也买了不少，但是呢，我在今年初换季收纳的时候，实在是没有地方放好嘛，因为这个团起来很大一坨，所以我就一咬牙一跺脚，全部断舍离了。而且我今年不会再买这种大围巾了，因为真的太占地方了。好在呢，今年时尚达人们呢都流行把针织衫当做大围巾来穿。那我之前的穿搭干货的影片也分享过这个技巧，只要把针织衫紧紧的围绕着脖子一圈，照样可以带出那种大围巾的效果，而且呢也很有层次感，很有幸福感的好吗？这一招呢我也学会了，今年再也不会买大围巾了，拿出衣橱里面的这些针织衫就把它绕着脖子一圈，可以当做围巾用，又省钱又环保，还能够节省地方哦。冬天呢就要买靴子啊，那我以前呢买黑靴子买太多了，所以我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买白靴子，觉得呢干净清爽，对吧？但是真的，我跟大家讲，买过踩过这个坑才知道，其实白色包括其他的浅色这种靴子都不要买，谁买谁后悔。白色的靴子，我跟大家讲，真的在冬天里面会显得特别的突兀，因为呢，它这个色块很大面积很亮，就很容易让脚部呢跳脱出来。再加上秋冬季节呢，大部分的单品都是比较偏厚重、颜色比较深的，这样搭配在一起就不协调，而且呢很容易头重脚轻。另外呢，白色靴子因为颜色的原因嘛，视觉上会切断腿部线条，除非你的腿呢又长又直否则普通人穿呢会破坏你腿部的美感，并不好看呢。白色皮革呢，保养要求很高，稍微有一点点折痕看上去就会特别的难看和廉价。白色靴子呢，对于皮质、缝线还有整个鞋型的要求都要比黑色靴子要高，否则的话呢，一上脚就会显得很廉价或者像套鞋。再加上冬天呢，路面比较容易脏，有的时候下点雪之后就全部都是泥嘛。白靴子一旦弄脏了，弄都弄不干净，无论你怎么擦，它都会留下一点点痕迹的。长此以往呢，就很容易发黄，一旦发黄就显得很廉价。这个保养的难度远远高过深色的靴子，所以呢，就不要挑战自己了。我再也不会买白色或者是任何其他浅色的靴子放自己一条生路。冬
冬天嘛，很冷啊，一般来说我们是不露腿的。那商家们呢就发明了一种叫做光腿神器的东西，帮助我们在冬天也能够露腿。这个东西啊，我虽然没买过，但是我在街上看到过别人穿过，我就很想跟那些妹子说，哎呀，就不要穿了吧，真的好丑啊，千万不要买了好吗？因为啊，这个光腿神器呢，它其实是想模仿你光着腿那种感觉，但是你模仿不出来的。光腿神器穿上这个颜色，要么就过白，要么过粉，要么过灰，无论如何都是没办法模仿那种真正的腿部皮肤的颜色，是和那些真实腿部微透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。特别在那个光照下来啊，就会特别的假，一看就知道了。而且呢，它的质感也会比较厚重，有点像塑料嘛。视觉上呢，反而会让你的腿显得更粗、更奇怪。你想象一下，有一个女生穿的一件蛮贵气的羊绒大衣，下面呢是光腿神器，这立刻整个美感全部就破坏掉了。真的，我觉得没必要好吗？真的太丑了，这必须是列入黑名单啊！大家千万不要买，千万不要浪费钱。那最后一趴呢，就是节日季单品啊。那一到冬天嘛，节日比较多，活动比较多，那很多商家就会推出那些节日 party 穿的 bling bling 的小裙子啊，或者是圣诞毛衣啊等等。那这些节日季单品要不要买呢？我觉得要一分为二的说。如果说呢，这些东西你只能够穿一次就扔的，我觉得就不要买了，太浪费钱了。而且这些东西呢，肯定品质不会好，穿上身也会觉得挺廉价的。我觉得比较好的一个替代方案呢，就是去买那些有一些节日氛围感，但是日常其实也能够用得上的单品。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，比如说呢，我之前就一直穿的这一件金银丝的针织衫，就蛮有节日氛围感的。但其实你搭配黑裤子啊，或者说搭配个黑大衣，日常穿也是 OK 的。那大衣一脱，参加活动什么也 OK 啊。那毕竟吧，我也不是说要去蹦迪啊，这个去参加活动，我觉得已经是足够了。那如果是有节日氛围感的单品呢，如果你的这件毛衣上面有太多，比如圣诞树啊、圣诞老人啊、麋鹿这种圣诞毛衣啊，我觉得大可不必。那我会去买的就是比如说费尔岛毛衣这种类型的图案啊，它一方面呢也很有冬日的氛围感，那其实日常呢也是能穿的。你看我最近就入了这件 Moco 的就是其实动脑筋啦，把这些节日的元素呢融入到生活中去，这样一方面其实提高衣服的利用率，也是一种变相的省钱，同时也增加了一些氛围感，不是吗？好了，一口气分享了8个秋天我不会买的东西，大家是不是觉得挺有共鸣的吗？还有什么补充吗？也欢迎留言分享吧。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呢，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。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，记得动动手指，打开小铃铛关注我，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。也记得加入我的 Facebook 和 WeChat 的私密购物群，在群里面呢，我会第一时间分享我的同款以及相关更多更好的折扣，等你来玩。那我们就下次见了，拜拜。